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我们来做全蛋的海绵蛋糕。相比分蛋的制作方法，全蛋海绵蛋糕口感绵密细致，而分蛋的海绵蛋糕则是口感干松。海绵蛋糕虽然原料简单，但是制作起来如果不掌握几个重要的诀窍，很有可能就会消泡，导致蛋糕膨胀不起来，或者口感粗糙干硬。我用这个海绵蛋糕帮朋友做了个韩式小清新的裱花生日蛋糕。先准备3枚常温的大号鸡蛋，带壳每个大约60到65克。我先把鸡蛋放入大约60多度的热水中浸泡15分钟。由于蛋黄本身含有脂质，而且蛋液里有很强的粘性，所以一般在做全蛋的海绵蛋糕的时候，都会先把蛋液隔水加热，擦干。鸡蛋打入大碗里，这时的蛋液温度大约20多度。第一个诀窍来了，打发海绵蛋糕，蛋液的最佳温度大约是40度左右，所以需要继续隔水加热。蛋液差不多接近这个温度了，用打蛋器高速打发一下，明显感觉加热后的蛋液粘性减弱，比较容易打发。将黄油和牛奶倒入碗里，隔水加热，让黄油慢慢的融化。现在来打发鸡蛋，一次性倒入细砂糖。全蛋打发的顺序基本也是先高速，然后中速，最后低速。高速打发大约2分多钟，这时空气大量进入了蛋液，形成许多大的气泡，体积也迅速变大。然后就可以转成中速，可以看到大的气泡慢慢变小，变得细腻起来。用搅拌头划一个8字，会慢慢的消失。这时就可以转成低速。低速搅拌时，空气很难进入，所以体积不会再膨胀了。但鸡蛋里的气泡经过低速搅拌，会慢慢的分化变小，显得非常细腻和有光泽。提起搅拌头再划一个8字，不会消失，说明鸡蛋已经打发好了。面粉分2次过筛加入，可以看到面粉是浮在表面的，就代表鸡蛋打发的状态刚好。如果倒入面粉后往下塌陷，说明鸡蛋打发还没有到位。面粉直接和打发的鸡蛋混合，轻微的消泡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第二个诀窍又来了，用手动打蛋器进行翻拌，可以减少大量消泡的几率。手动打蛋器的弧形设计可以更好地将面粉分散混合到鸡蛋里。大家注意我的手法，提起打蛋器抖一下，让面粉散开，然后由底部往上反复翻拌。翻拌的速度要又快又轻柔，搅拌好的面糊应该完全见不到干粉和小颗粒。小颗粒就说明面粉还没有拌匀。预热烤箱至150度，把模具准备好，用6寸圆形的模具，喷上油喷雾，底部和四周都垫上烘焙纸。四周的烘焙纸要高出模具2到3公分。这时隔水加热的牛奶和黄油也已经完全融化。第3个诀窍来了，牛奶和黄油混合液最佳温度需要在60度上下，因为温度太高会破坏面糊的稳定性，而温度太低，黄油倒入面糊中容易导致消泡。适当的温度决定了你能否做出一个优质的海绵蛋糕。先取少量的面糊，与牛奶黄油混合液搅匀，然后再倒回面糊里，依然用翻拌的方法搅拌到完全均匀。测一下蛋糕糊的温度，最佳是25度左右。在这个温度下的蛋糕糊中的气泡不易被破坏，才能烤出蓬松细致的海绵蛋糕。倒入模具中，轻震几下，也可以划圈去除面糊里的小气泡。
放入烤箱中下层，150度烤40分钟，然后调到160度烤5分钟上色。取出后不需要倒扣，直接放在冷却架上脱模。切去烘焙纸，放凉后切片看看内部组织，非常的细腻绵密。我用这个海绵蛋糕帮朋友做了个韩式小清新的裱花生日蛋糕。我是萨姐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